重磅斩首，以美持续轰炸伊朗核心，伊朗惊现战略级误判，攻打伊朗，中共踏了。三战风险已触警戒线，黑海血液突袭，乌军重创俄前沿据点。目前，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展开空袭，目标直指该市的关键政府与安全设施。据报道，联军的空袭已摧毁了德黑兰的法院、警察总部以及其他主要执法机构大楼，导致城市安全体系严重受损。此次打击不仅削弱了伊朗国内的执法和司法运作，也对首都的指挥和管理能力造成了冲击，使城市在战争压力下的运作能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伊朗西部埃拉姆省埃万市的一处警察局也在轰炸中被彻底摧毁。随着空袭规模扩大，伊朗国内安全气氛明显趋于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甚至通过国家电视台公开发出警告，严厉威胁国内民众不得在战争期间发表反对政权的言论。革命卫队称，如果有人在伊朗境内公开表达对最高宗教领袖体制的不满，就等同于与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另外，中东局势再度传出震动性消息。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发布的突发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重要人物阿里·阿斯加尔·西贾奇在以军针对德黑兰的一次定点打击行动中身亡。这一消息若被证实，将意味着伊朗权力核心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重大冲击。西贾奇在伊朗政治体系中并不是普通官员，他长期担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幕僚长，是最高领袖办公室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负责协调军方、情报系统以及多个关键机构的日常运作。多年来，他被视为哈梅内伊最信任的核心助手之一，在伊朗权力结构中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在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之后，西贾奇一度被推上更关键的位置，出任最高领袖办公室代理负责人，临时统筹政务和安全事务。在伊朗权力体系出现真空的敏感时期，他被视为维系各派力量平衡的重要枢纽，也是外界普遍关注的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因此，如果此次定点清除行动的消息属实，其政治影响将远超一次普通军事打击。对伊朗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再次失去一名核心决策人物，也可能让原本已经紧张的权力交接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近期，美以联军对伊朗展开的一系列精准空袭，再次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最新一轮空袭中，伊朗多处地下导弹基地遭到重点打击。这些地下设施被伊朗长期宣传为导弹城，通过复杂隧道网络隐藏大量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以强化国家战略威慑力。然而，在现代高精度打击体系面前，这些设施显露出严重弱点，甚至被一些军事观察人士形容为战略级误判。此次行动并非临时起意。据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长期追踪这些目标多年，以色列军事情报局8200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9900掌握了地下设施的几乎所有细节，包括建筑结构、隧道布局、防护层级和人员使用规律。这也使得空袭能够高度精准地打击关键目标。多年来，伊朗一直高调展示所谓的导弹城，这些设施大多修建在深山地下，内部布满隧道、发射井和储存库，大量中短程弹道导弹被隐藏其中。按照原本的设想，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地下设施可以有效躲避空袭，同时保证导弹力量持续发射，形成稳定的威慑能力。然而，实战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冲突爆发后，美以空中力量迅速掌控了伊朗多处导弹基地上空，战机与攻击型无人机几乎全天候巡航监控，形成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守株待兔式打击模式。只要导弹发射车或发射装置从地下掩体露出，准备发射导弹，几分钟之内就会被精确锁定并摧毁。与此同时，战略轰炸机也加入打击行动。携带大型掩体炸弹的轰炸机不断对已知地下入口实施攻击，一些导弹基地的入口直接被炸塌封死。大量导弹、发射系统以及后勤装备被困在地下隧道中，根
根本无法转移或投入战斗。随后流出的卫星图像更是让外界看得一清二楚。多处所谓导弹城的入口附近，散落着被摧毁的导弹残骸和发射设备，爆炸留下的巨大坑洞和未散的烟尘，使这些曾被宣传为坚不可摧的地下工事显得格外狼狈。虽然伊朗理论上仍拥有数量可观的中短程导弹储备，但问题在于许多地下基地的具体位置早已被情报机构掌握。一旦坐标暴露，这些固定设施在现代精确打击体系面前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反而成了非常明显的固定靶标。军事专家指出，问题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弹道导弹系统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本来来自机动性，通过不断转移位置让对手难以锁定。但当大量导弹被集中存放在固定地下设施里后，这种机动优势就被严重削弱。一旦情报被突破，原本用来保护武器的地下掩体反而会变成困住武器的铁笼。换句话说，这套体系在设计时假设敌人无法精准掌握坐标，但在卫星侦察、电子侦察和无人机全天候监控的时代，这个前提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在冲突持续升级的同时，美国方面也公布了对伊朗军事能力的评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以联军在短时间内已压制了伊朗大部分常规作战能力，包括空军和防空体系。他称，他们的空军几乎全失，防空系统瘫痪，海军能力也已被关闭。同时，他透露，美军已摧毁约 60% 的导弹库存及 64% 的导弹发射器。总统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布拉德·库珀上将的部分佐证。库珀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击沉30多艘伊朗军舰，并观察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数量大幅下降，分别减少约 90% 和 83%。与此同时，战事也波及伊朗国内安全。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要求民众在战争期间不得公开表达对政权的不满，否则将被视为敌对目标。此外，埃拉姆省埃万市的一处警察局在轰炸中被彻底摧毁，进一步显示国内安全压力急剧上升。美国方面也面临巨大的资源消耗。五角大楼已计划向国会提交约500亿美元的紧急补充预算，以支撑在中东持续高强度空袭与防御行动中日益增长的弹药需求。据估计，美国每日在军事行动中的花费可能接近10亿美元。从战术角度来看，这次空袭显示出现代战争中信息优势和精确打击能力的决定性作用。固定设施在现代高精度监控体系下生存能力急剧下降，而地下工事不再是不可突破的坚固堡垒。军事专家认为，弹道导弹系统的核心生存能力应依赖机动性，通过不断转移位置来规避威胁，但长期集中在固定设施的策略在现代战争中显得越来越脆弱。随着美以联军对关键设施的持续打击，伊朗的战略威慑能力和指挥体系正遭遇严重冲击。中东局势因此进一步复杂化，每一次精准空袭不仅是军事行动，也可能深刻改变地区政治和力量平衡。地缘政治的火药味正在迅速弥漫全球，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世界正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许多分析人士甚至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升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就在这种紧张氛围中，北欧国家接连释放出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信号。首先发出警报的是瑞典。瑞典央行近日罕见地向全国民众发布一项十分具体的建议，家中要准备足够的现金，同时最好持有多家银行的银行卡，并确保能够熟练使用移动支付系统 Swish。 表面看，这似乎只是普通的金融安全提示，但背后的逻辑却非常严峻。央行担心，一旦战争爆发或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电子支付系统可能会瞬间瘫痪。那时，银行卡刷不了，手机支付也用不了，唯一能维持基本生活交易的，可能只剩下现金。换句话说，这不是理财建议，而是一种战时生存指南。紧接着，挪威的情况也引发关注。多所学校向家长和学生发出通知，提醒大家提前取出部分银行存款，并准备好应急行李。所谓应急行李，就是在突发危机时可以立刻带走的逃生包，
里面通常包括证件、现金、药品、食物和简单的生活用品。这种提醒在和平年代显得格外刺耳，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现实：一旦局势失控，人们可能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撤离家园。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和安全专家也开始讨论一个更现实的话题：如果世界真的进入大战周期，哪些国家相对安全？在多份分析名单中，几个国家反复被提到：冰岛、新西兰、瑞士、智利以及阿根廷。这些地方之所以被看好，主要有几个原因：地理位置远离主要军事热点，长期保持中立立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同时具备一定的自援自给能力。在全球目光聚焦中东之际，中国的国防与对台政策也悄然受到牵动。3月5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布国防开支将增长 7%， 并在报告中对台湾问题发出强硬表态。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李强的讲话重点仍然放在经济振兴上，包括解决失业、提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推动创新发展。台湾问题仅在报告结尾被提及，其战略优先级相对有限。国际观察者指出，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短期内反而可能缓解了台海紧张局势。美国的军事资源与注意力被伊朗冲突牵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台压力。时代杂志资深记者查理·坎贝尔分析称，这种局面使得北京在评估对台行动时必须考虑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与复杂作战经验。坎贝尔引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教授的观点指出，尽管习近平在解放军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理论上可能趁美国智能弹药消耗殆尽时对台采取行动，但现实迹象显示，美国在伊朗的高精度打击反而巩固了台湾现状。在战争爆发的前4天，美军成功打击了近2000个目标，包括伊朗舰船和潜艇，并对哈梅内伊及其主要追随者实施斩首行动，这显示了美方强大的情报收集与行动执行能力。相比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未参与大规模战争，其实战经验有限，这让北京不得不重新评估对台战略风险。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在伊朗和委内瑞拉部署的军事装备表现不尽如人意，部分先进雷达和防空系统未能探测到美国隐形战机。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庄家颖认为，中国可能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对美国展示出的高精度打击和复杂作战能力感到意外，同时意识到在面对美军时潜在的劣势。与此同时，伊朗战争对中国外交与经济也带来了直接冲击。长期以来，北京曾依靠伊朗代理人在中东施加影响，以获得战略便利，但随着美军高强度打击展开，中国不仅无法施加影响，还必须低调应对，并派遣和平特使进行调停。这暴露了北京在地区事务中的能力局限。经济上，中国1半的石油和1/3的液化天然气依赖中东进口，战争导致的运输中断与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造成明显压力。在台海局势方面，美国的战略介入进一步强化了台湾安全。坎贝尔指出，美国国防战略明确强调在第一岛链沿线，包括台湾在内，建立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这对北京形成明显制约。伯克战略顾问公司亚洲业务高级副总裁基恩表示，目前判断，习近平认定美国会介入保护台湾，因此近期不太可能贸然采取军事行动。曾瑞生教授也强调，除非习近平完全确信美国不会介入，战争胜算高且代价低，否则入侵台湾将是极度鲁莽的决定。结合当前经济压力、外交困境以及解放军的实际能力，短期内北京对台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依赖威慑，而非实质攻击。黑海战场再度传出激烈交火的消息。当地时间3月6日夜间，乌克兰海军联合特种部队对黑海北部发动一次突袭行动，目标直指俄罗斯在海上的前沿指挥节点。据多家开源情报渠道披露，这次行动不仅摧毁了一处关键据点，还在战斗中击落了一架俄军直升机。
根据开源军事情报账号 Ocent Defender 的说法，行动地点位于黑海西瓦什水域附近的一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座能源设施，但实际上，俄罗斯早已将其改造为前沿军事据点。在该平台上，俄军部署了多种装备，包括电子战设备和短程防空系统，使其成为黑海方向的重要观察与指挥节点。特别是在对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州发动无人机打击时，这个平台被认为承担了侦察和控制的重要功能。因此，一旦该据点被摧毁，俄军在黑海北部的监控与指挥能力将受到明显影响。从流出的航拍与夜视画面来看，乌军首先动用了无人机进行打击，随后无人艇也参与攻击。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平台多处爆炸并燃起大火，浓烟在夜色中升起，现场伴随着连续的爆炸声。在俄军试图增援时，一架卡27直升机在黑海上空被击落，使这次突袭的战果进一步扩大。卡27原本是俄罗斯海军用于反潜和搜索救援的重要直升机型号，在黑海舰队中使用频繁。与此同时，乌军还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夜间，大量无人机飞向克里米亚北部奥尔利夫卡一带，目标指向俄军部署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阵地。随后，乌克兰方面还动用了 FPE 巡航导弹实施进一步打击。虽然具体战损仍在统计中，但乌方表示行动已经命中目标。实际上，最近几天，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防空体系发起攻击。此前，在俄罗斯本土的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军也成功摧毁过一套 S-400 系统，战火甚至蔓延到了俄罗斯南部腹地。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别列日诺伊村附近的一座大型变电站近日遭到打击。俄方表示，事故可能是无人机残骸造成，但该设施正是库班地区500千伏输电网络的重要枢纽，为前线俄军和塔曼半岛一带提供电力。因此，一旦电力系统受损，不仅会影响当地基础设施，也可能对前线军事部署造成连锁影响。观察人士指出，乌克兰在打击黑海与克里米亚目标时，经常会同步攻击俄罗斯南部能源或交通节点，以削弱俄军后勤保障能力。与此同时，战争带来的技术影响正在向国际扩散。有消息称，一些海湾国家正在与基辅接触，希望采购乌克兰开发的无人机拦截系统，以应对来自伊朗可能的无人机威胁。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则提出另一种合作思路：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愿意以本国的无人机防御技术进行交换。另外，莫斯科在天震荡，前国防副部长鲁斯兰·查利科夫于3月5日被逮捕。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媒体 Mesh 报道，查利科夫因涉嫌组织犯罪团伙被立案调查，这一指控涉及他在2017年至2024年期间挪用国家预算资金以及收受巨额贿赂。俄罗斯安全局和侦察总局等多部门正对其展开全面调查。查利科夫曾长期担任前防长绍伊古的第一副手，是其核心团队的重要成员。此前，与绍伊古关系密切的高层官员也曾相继被调查或意外身亡，其中包括前副防长尤里·萨多文科。值得注意的是，查利科夫出生于乌克兰日托米尔，但自2022年以来全面参与俄乌战争，并因战功受到普京嘉奖。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财政压力日益显现。根据国营媒体报道，莫斯科计划裁减15%的公务人员，并削减10%的投资项目。西方自2025年起对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实施制裁，叠加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天然气设施的频繁打击，多家企业被迫停产，能源收入锐减，使政府财政紧张加剧。值得关注的是，受俄乌战争及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影响，欧洲多国开始高度重视防务建设，纷纷提升军费开支，以应对俄罗斯潜在威胁。近期外媒报道显示，芬兰正准备推动立法，解除数十年来严格执行的核武禁令，允许境内核武器运输，从而进一步增强北约的核威慑能力。同时，部分欧洲国家也在探讨类似政策，旨在深化区域和合作。据 BBC 报道，芬兰国防部长安迪·哈卡宁近期公开表示，芬兰计划修订核能法与刑法，在军事防御需求前提下，解除对进口、运输、
交付及拥有核武的限制。他在3月5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这项法案修正对芬兰至关重要，将使芬兰作为北约成员国能够全面参与军事防御，同时充分利用北约的威慑与集体防御能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